如果要揀一個手錶牌子咧，可以照顧到入門嘅玩家，又受到資深錶迷一樣追捧嘅，市面上確實就唔係好多嘅，分鐘3隻手指都數得晒。今日咧，終於可以介紹到我一直都好想介紹嘅牌子，嚟自美國嘅 Hamilton。今集咧，機緣巧合咁可以有機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個牌子啦。咁呢一集呢，亦都將會同大家分析一下呢，算係入門定位嘅 Hamilton 點解會得到資深錶迷嘅歡心。另外，亦都會介紹一下最新推出性價比好高嘅一個錶款。之後呢，再同大家講一講位於銅鑼灣專門店背後嘅一啲冷知識，仲有香港嘅特別版添。呢條片嘅片尾呢，亦都有個彩蛋。我更加呢，會有一個同牌子破天荒嘅玩法，希望為到錶迷呢帶嚟一啲不一樣嘅體驗添。記得睇到影片最尾啦，未睇到已經中意呢，可以先俾一個 like 呢條片噶。如果你有留意 Watch Catalog 錶科嘅 channel 嘅話呢，應該都唔難發現呢，其實我成日都提起 Hamilton 嘅，因為我自己呢，其實都幾中意佢哋，亦都買過好多次，包括呢一堆 Hamilton 嘅手錶嘅，而依家呢，特別中意呢兩隻添嘅。嗱，我絕對唔會話自己係咩資深嘅，但係都稱得上係一個錶迷啦。咁到底 Hamilton 有咩個人之處，而其他入門定位嘅牌子所比唔到嘅呢？嗱，手錶離不開都係錶款、設計啊、機芯啊、價錢以上嘅呢啲呢，個競爭都非常之激烈噶啦。但令到 Hamilton 脫穎而出呢，其實就係同錶迷嘅一啲 emotional bonding 啦，就唔容易建立嘅，亦都需要好長嘅時間。所以喺呢度呢，我都用少少時間講一講一啲歷史先啦。佢哋1892年呢就創立咗，所以牌子喺歷史呢方面呢，材料就一定十足噶啦，一定好豐富。創立嘅初期呢，當時係一個咩年代呢？就係正值鐵路發展嘅黃金時代啊。Hamilton 呢已經製作咗一隻同鐵路可以同步運作嘅手錶，非常之經典。二戰嘅時候呢，亦都曾經為美軍提供超過100萬隻手錶添。當中 Khaki Feel 呢更加成為咗經典中嘅經典。1957年呢，佢哋亦都推出咗第一隻嘅電子錶。1957年已經推出啦，電子錶 Ventura。1969年呢，大家都應該記得係一個咩嘅年份？人類歷史爭取第一個自動計時機芯。Hamilton 呢喺呢件事上面呢都有一席位嘅。1970年啊，仲癲啊！推出咗世界上第一隻以 LED 跳字嘅手錶。嗱，今時今日睇亦都冇乜特別啦，但係諗下1970年已經推出啦。不過今集嘅內容呢好豐富，亦都唔係一條 Hamilton 嘅歷史片。我諗錶迷呢都普遍都大概知道，主要係想俾入門嘅初哥，甚至乎係準備入門嘅朋友仔。下次如果你有機會經過 Hamilton，就知道哦，原來佢哋嘅歷史係咁長咁犀利嘅。有興趣嘅話呢，當然可以自己 Google 再繼續 search 更加多嘅資料啦。而另一個好大嘅 area 咧，都一定要提嘅就係同荷里活電影嘅合作啦。美國電影咧當然係世界級噶啦。Hamilton 喺荷里活嘅電影入邊呢，亦都係一大嘅常客。Hamilton 曾經出現過喺荷里活嘅電影入邊呢，500零部嘅電影入邊呢，係一個非常誇張嘅數字嚟嘅。近代比較出名嘅有 Interstellar 啦、MIB 啦、Indiana Jones 啦，同埋呢一套。我都唔係好熟話點讀，講原子彈，因為我自己都未睇。電影或多或少都係追求創意嘅，亦都間接咁證明咗呢 Hamilton 嘅手錶絕對符合到奄尖到爆燈嘅電影人高要求嘅眼光。最近呢，更加突破電影以外，同一個 game 去合作添， Death Stranding 2嘅。嗱，雖然我就冇玩呢個 game 啦，但係我都因為呢一隻錶咧留意咗嘅。啱啱6月份先至推出嘅啫，已經賣晒啦。以上都只係一個好快嘅 overview。同樣地，如果你有興趣呢，絕對可以 Google 一下，包你大開眼界啊！之後當然要帶大家參觀一下上年7月先至首次進軍香港嘅步鐵專門店，即係 BT 啦，你俗稱嘅。你可能會問啦，專門店一間啫，有咩特別呢？都係賣錶啫，有咩值得去講呢？其實個意義呢就好大嘅，因為大家知唔知道呢？全球有幾多間 Hamilton 嘅專門店呢？嗱，除非你係 Hamilton 嘅錶迷呢，否則應該都幾難估到嘅。其實包括
全球最新開嘅呢個香港鋪頭啦，只係得4間嘅啫，分別就喺 Hamilton 嘅起源地啦 ，Lancaster 啦，即係美國嘅 Lancaster 啦，瑞士嘅Samet 啦，唔知有冇讀錯啦，啲人好中意捉大家啲讀音嘅。另外就係最尾一間就係東京嘅涉谷嘅嗰間鋪頭啦。東京嘅嗰間咁啱我去過，可惜呢當時去嘅時候呢，我都唔知道全球得3間嘅啫，否則呢，我當時應該會逗留多一啲時間嘅。咁香港嘅呢一間呢，就位於銅鑼灣好核心嘅一個位置，喺恩平道，非常之接近希慎廣場同埋地鐵站。地鐵站行過嚟呢，2分鐘就到，非常之方便。下次經過銅鑼灣呢，冇理由唔嚟參觀咁有意嘅一間鋪噶嘛。嗱，店入邊嘅面積呢，雖然又唔算好大，印象我記得同東京嗰間就差唔多啦。不過標款呢都非常之充足，我都不禁咁呢睇咗唔少經典又有趣嘅系列啦嘅標款嘅。咁啊 Hamilton 送俾我哋香港標迷，當然係除咗成間專門店送咗俾我哋之外啦，仲有幫全球4間嘅專門店呢都各自推出咗隻地區嘅特別版。7月份先至推出嘅呢個香港版，咁啱都係慶祝翻香港鋪頭開幕1週年嘅一個紀念啦。多得香港嘅標迷支持，非常之熱賣啊呢一個款。咁啊好彩牌子呢一邊呢都安排到一隻俾我哋做一個拍攝，希望俾到更加多未買嘅、考慮買嘅或者從來唔知道呢一款嘅朋友仔可以深入了解一下。套用咗喺好經典嘅 Khaki Feel 系列嘅其中一個長青永恆款啊，叫做 38mm 手動上鏈噴砂處理嘅呢個鋼殼，忠於翻原本軍事嘅要求，操兵字啊，即係我哋俗稱嘅1至12嘅數字都有齊晒啦。最簡單嘅設計呢，永遠都係最襟睇。標盤最特別嘅地方有一個獅子山嘅圖案，作為香港人呢，非常之有意義。我自己覺得好特別嘅地方呢，就係下邊嗰幾個數字，因為一個高低差啦，令到呢隻錶呢有齊咗 printed 同埋 apply indices 嘅，未必有太多人留意呢個細節，但我自己又覺得幾特別嘅。錶底呢仲有一個維港嘅 engraving， 又係對我哋香港人嚟講一個好打動嘅一個元素。連成日塞車嘅紅隧啊都有 feature 到。如果成日行紅隧嘅朋友呢，應該一定分外親切。頭先都提及過，呢隻錶 38mm 其實都好薄，只係得 9.5mm 嘅啫。但係最令到我哋錶迷驚喜嘅呢，就係咁細隻錶呢，個機芯竟然可以做到80個小時動力儲備，即係3日幾多啊！又實用又犀利。香港版呢個係屬於一個特別版啦，個定價係港幣5300蚊，好合理嘅價錢。點解呢？因為普通版都係要4500蚊，依家多咗800蚊呢，就送翻多一條呢圖帶俾你，仲有頭先提及過嘅嗰啲額外嘅 features 都俾晒你。我本身呢，其實對普通版呢就唔算好大嘅興趣，但係香港版作為一個香港人，咁價錢又絕對吸引。雖然就唔係限量，但係有興趣嘅標迷呢都要把握機會，免得蘇州過後冇艇搭。因為呢啲標呢，你話之後要喺二手市場去揾呢，誇張啲講呢，基本上都冇乜可能，真係可遇不可求。而頭先都提及過，全球4間分店都各自會推出一隻，有2隻暫時仲未推出嘅。但喺年尾嘅時候呢，都可以喺香港呢個專門店呢一次過睇晒4隻嘅特別版。不過呢，只係得睇嘅啫，其他3隻呢都買唔到嘅。要買嘅話呢，你就飛齊晒3個唔同嘅地方啦。講咗咁耐呢，終於都嚟到最新手錶嘅介紹，都算係近年我覺得 Hamilton最有誠意嘅一個作品 Khaki Feel Mechanical Power Reserve。 喺 Khaki Feel 經典嘅手上鏈基礎上邊呢，咁多年嚟啊，第一次加入咗 Power Reserve 嘅功能啊，對一隻手上鏈嘅手錶嚟講呢，係一個超級實用嘅功能。只要玩過手上鏈嘅朋友仔呢，一定明白我啱啱所講嘅。每一次上鏈呢，你都可以睇住呢個 Power Reserve 嘅針呢，慢慢去到滿呢。就算到我今時今日嘅我呢，我仍然好 enjoy 呢一個過程。咁呢個 Power Reserve 就放咗喺9點鐘嘅位置啦，以一個 full 同埋 empty 去表示，就有啲似汽車嗰個油缸
嗰個表示咁樣啦。雖然而家大家都用電車咁，但係油車都仲好多人用啦。同樣都係80小時嘅超長動力儲備啊，所以呢 Power Reserve 呢個顯示呢就變得更加之有意義。咁呢個款呢就40mm，厚度就11.95mm 啦。嗱，40mm 就幾符合近年大家對細標徑嘅追求嘅。咁依家我留意到大家標迷都集中買38去到40mm 為主啦。個標殼一樣用咗呢種噴砂嘅處理啦。頭先香港版嗰隻冇提及到，咁點解係冇打磨嘅呢？咁其實就忠於翻原本軍事嘅需要。喂，行軍打仗你都唔會帶一隻全拋光、全反射嘅標啦，所以呢就會有咗呢一個處理啦。標盤設計方面呢，反而用咗一個比較 modern 嘅處理。睇上去咧就比舊版嗰隻咧傳統嗰隻咧就醒目啲嘅，有黑色同白色嘅選擇啦。如果你想忠於軍事嘅味道咧，就買黑色啦。白色咧通常買嚟襯衫啦，或者女士戴白色咧，我自己都覺得幾好睇嘅。咁新款嘅呢一隻咧都大概講完啦。大家可能比較會有興趣佢嘅定價啦。講定價之前呢，賣一賣個關子先俾大家一個少少嘅冷知識。標迷呢可能大概都知道，但係入門嘅玩家呢可能都未必知。嗱，睇起嚟好簡單嘅 Power Reserve 顯示功能呢都係得支針啫。但其實喺製標嘅領域入邊呢，都算係一個複雜嘅功能。簡單啲嚟講呢，都需要呢唔少額外嘅零件去計算翻發條股剩低嘅動力。而另外咧，仲要有另一組零件咧，去保護住做一個防撞、防震嘅一個功能，令到呢個 Power Reserve 嘅針咧可以正常咁運作。咁所以咧，亦都解釋咗咧點解其他牌子嘅 Power Reserve 嘅功能咧，價錢都貴一大截嘅。加上好少偏入門定價嘅牌子咧，會去做呢個功能。但 Hamilton 嘅呢一隻呢，哇，個定價呢都只係講緊港幣6250同埋6900蚊啫喎，唔使7000蚊可以買到呢個 spec， 買到 Power Reserve， 說到底都係一隻瑞士錶啊！我可以寫包單就係呢，應該都平絕晒瑞士知名嘅牌子啦。我用知名嗰啲啊啦，不知名嗰啲就唔計啦。舉少少例子俾大家有個概念。Sano Watch Basel 啦，我都有介紹呢個牌子嘅曾經。如果佢 Power Reserve 嘅話，都要定價15,000蚊到啦。出名少少嘅有德國嘅 Lomos 啦，都已經介乎喺2萬同3萬蚊之間嘅啦。甚至乎日本嘅 Orient Star 都接近3萬蚊。Frederick Constant 啦，其實都唔係話好出名嘅啦，已經識標嘅咪識咯，都已經講緊4萬蚊嘅啦。嗱，更加 high end 嗰啲呢，5萬蚊起跳係基本嘅，有啲貴起上嚟10萬蚊添。依家 Hamilton 已經將呢個功能呢，用唔使1萬蚊啊，唔使7000蚊帶到俾標迷，絕對有吸引力，絕對有競爭力啊！好啦，咁要介紹嘅都差唔多介紹晒啦，個片都差唔多去到最尾，都喺呢度交代下一啲新搞作啊！嗱，啱上個禮拜嘅香港鐘錶展，對我嚟講都係一個新嘅嘗試啊，同好多標迷見咗面，跟住落嚟都想玩下啲新嘅嘢。我將會喺9月28號星期日嚟嘅下晝2點至到7點呢，出現咗喺 Hamilton 嘅呢間鋪入邊。主要呢就2大嘅目的嘅啫，一呢就係同標迷見一見面啦，第二呢就係希望成為一個小型嘅 Hamilton 聚會啦。我呢度鼓勵大家呢，將一啲自己嘅 Hamilton 嘅珍藏啦帶嚟我哋呢個鋪頭度，同店員啊、同我啊以及其他嘅標迷呢，一齊做個分享討論啊。越多人參加呢，個效果一定越好嘅。而當日呢，喺 Hamilton 鋪度打卡 check in 嘅話呢，都係免費得到一份小禮物。好多時喺專門店買錶係一個享受，咁就記得香港版呢個獅子山特別版呢，只係得專門店先可以買嘅。反正 Hamilton 嘅定價其實都好相宜啊，又可以感受到專門店嘅服務。如果有機會可以成為到 VIP 嘅話呢，仲可以有啲意想不到嘅體驗添。希望你中意今集嘅介紹，希望28號嘅呢可以見到大家，以及大家一啲 Hamilton 嘅珍藏，我都想大開眼界一下。嚟唔到嘅都可以幫手 like 下我呢條片啦，希望可以令到呢條片推送俾更加多更廣闊嘅朋友。真係㗎，你
like 呢條片呢， YouTube 就會推送俾更加多嘅人嘅。或者將呢條片介紹俾更加多嘅標迷知道。再次多謝收睇 Watch Catalog 標科，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